村里修路拆迁，每家补偿80万，我家却因地界问题被踢出名单。当晚我就联系了推土机，把家里房子夷为平地。全家人都以为我疯了，我妈更是哭着说：“我们一家这是要露宿街头啊！”我却笑了：“妈，咱们还有别的地方住。”1个星期后，崭新的停车场建成了，而新路禁止停车的告示一贴出来，我的停车场瞬间成了香饽饽。就连当初嘲笑我家运气差的邻居，也上门跪求我给他留个固定车位。村口的公告栏前围满了人，村长张有才手里拿着个大喇叭喊话：“关于修建滨河快速路需要征用咱们村东头这片宅基地的补偿方案下来了，每户补偿款80万。”这句喊完，人群顿时炸开了锅。现在我开始念名单，念到名字的，明天就去镇上签合同领钱。王二蛋、李大海、刘春花，一个又一个名字被念出来，我站在人群的最外围，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我家的老房子正好就在这次规划的红线里。然而，直到张有才念完了最后一个名字，我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好了，名单念完了，恭喜大家。村长，是不是漏了？怎么没有我家的名字？哦，父亲啊，你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上面工作组下来勘测的时候，说你家的地界有问题，和旁边禽兽家有纠纷，所以这次拆迁暂时不把你们家考虑在内。听到这话，我彻底愣住了。所谓的纠纷都是几十年前老一辈的陈年旧事了，早就不提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成了问题？我疑惑地看向不远处的禽兽，禽兽迎着我的目光咧嘴一笑，笑容里全是幸灾乐祸。我瞬间明白了，肯定是禽兽在背后搞了鬼。禽兽走了过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啊，这运气真是没谁了，别太难过，说不定下次修路就轮到你了呢，就是不知道下次的猴年马月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句话都没说。当天下午，禽兽就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在我家门口挑衅般的按了3声喇叭。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辆新车绝尘而去，沉默了很久。家里的气氛异常凝重。母亲赵飞燕坐在板凳上，不停地抹着眼泪。作孽啊，这真是作孽啊！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怎么就我们家被单单拎出来了？这禽兽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肯定是他在背后使坏。妻子敏月端来一杯水，轻声安慰道：“妈，您别急，父亲会想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是村长家的亲戚，咱们拿什么跟人斗？这80万就这么眼睁睁的没了，我这心里堵得慌啊！妈，别哭了，钱的事我会解决。你解决？你怎么解决？你去镇上闹吗？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我不闹，我有别的办法。夜幕降临，隔壁禽兽家在院子里摆了几桌席，灯火通明。来，老三喝。寿哥现在发了，可不能忘了兄弟们。忘不了，都忘不了。等我过2天把这车换成宝马，到时候带你们去城里兜风。一阵哄笑和吹捧声传来，忽然禽兽老婆的大嗓门响了起来：“哎呀，你们小点声，隔壁还听着呢，人家没拿到钱，正烦着呢。咱们这么热闹，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院子里爆发出一阵更大的哄笑声。哈哈哈，嫂子说的对，穷鬼的自尊心，咱们可得照顾着点。气死我了，我跟他们拼了！这帮欺人太甚的王八蛋！妈，别去跟他们计较，掉了自己的身份。我把母亲拉回了屋，又安抚了妻子几句，然后我一个人走回院子，关上了大门。思考良久，我终于掏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电话。喂，哪位？是李经理吗？我是父亲，对，之前联系过的。我想跟你确认一下拆房子的事。明天一早，你们的推土机能到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便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去了，谁啊？一大早的就这么吵？禽兽骂骂咧咧地走出院子，然后他愣住了。只见村东头的巷子口，一辆巨大的推土机正缓缓驶来，推土机后面还跟着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邻居们也都纷纷跑了出来，围在巷子口议论纷纷。这是干嘛？是谁家要动土吗？没听说啊。推土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停在了我家门口，车门打开，李经理跳了下来。就在此时，我家的门也开了，我走了出来。赵飞燕和敏月跟在我身后，满脸都是惊恐和不解。父亲，你这是要干什么啊？我没回答，只是对李经理点了点头。李经理，就是这里。李经理递过来一份合同和一支笔。傅先生，我们将按照约定拆除这栋房屋，夷为平地，工期3天。您确认一下，没问题就在这儿签字。周围的邻居们听到这话，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哈哈哈，父亲，你小子是真脑残，这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吧？没钱也不能这么折腾啊！把房子拆了，你们一家老小睡大马路去吗？周围的人也跟着窃窃私语。这父亲8成是受刺激了。可不是吗？80万啊，换谁谁都得疯。哎，真是可怜。不能签，儿子，你这是要逼死妈啊！这是咱们的家啊，拆了我们就没地方去了。是啊，父亲，你冷静点，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别做傻事。妈，芈月，你们相信我，我没疯，而且咱们有别的地方住的。说完，我刷刷几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好了，李经理，可以开始了。听到这话，李经理一挥手，几个工人立刻开始在周围拉起警戒线。推土机缓缓启动，将高大的推斗举了起来。准备开始拆。李经理说完，推土机巨大的推斗狠狠地撞在了我家的大门上。赵飞燕看着这一幕，身体晃了晃，差点瘫倒在地。疯了，真是疯了！父亲，我看你晚上睡哪儿？村长张有才也闻声赶了过来。简直胡闹！父亲，你这是干什么？村长，我处理我自己的房子，不犯法吧？
行，我看你怎么收场。说罢，张有才走到一边，冷眼旁观。推土机的轰鸣声持续了整整1个上午。那栋承载了傅家几代人记忆的老房子，在一片烟尘中被一点点的夷为平地。家没了，没了。妈，家还在，有我们在的地方就是家。我说完，带着母亲跟妻子拦下了一辆路过的3轮车。师傅，去镇上。下午2点，3轮车在镇上一个小区门口停下。我带着他们走进小区，前往我准备好的住所。那是一个很小的一居室，家具陈旧，空间狭窄，但打扫得很干净。青儿，这里是……我前2天刚租的。妈，老婆，先在这里住下吧，委屈你们了。父亲，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把房子拆了，我们以后怎么办？难道就一直住在这租来的小房子里吗？妈，芈月，你们信我，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1个星期后我会给你们一个全新的家。听完我的话，母亲跟妻子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母亲开口道：“行，父亲，我们等你。”在我拆房子的第2天一早，李经理的施工队就再次进场了。他们开来了更大的机器，将一片狼藉的废墟压成一块坚实平整的空地。压路机完工后，村里人又看不懂了，这是要干嘛？不盖房子，压这么平干什么？不会是想种地吧？这地压得这么实，能长出庄稼来？我看啊，他是钱多烧的，拆房子花一笔，平整场地又花一笔，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对于这些风凉话，我一概不予理会。接下来的日子里，工程进度飞快，不过2天时间，我家宅基地就变成了一块巨大、平滑、坚固的灰色广场。村里人彻底沉默了，想不明白我到底要干什么。这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今天地坪全都打好了，接下来呢？明天开始划线、装设备。装什么设备？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了妻子一个问题：芈月，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镇上发的那个文件？什么文件？关于滨河快速路的全线管理规定。芈月想起来了，那份管理规定中有一条，是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滨河快速路主路及辅路全线禁止任何车辆停放，违者将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扣3分的处罚。想到这里，芈月的心瞬间狂跳起来。滨河快速路正好从他们村口穿过，以后村里人再也不能把车随便停在路边了。而这次拆迁，家家户户都拿了80万，他们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车。这些车以前可以停路边，以后呢，他们能停到哪里去？芈月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想的没错，我要建的不是房子，而是一个停车场。1个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在我家宅基地上修建的停车场终于完工了。我们在场地的入口处安装了智能道闸，闸门旁立着一个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收费标准：临时停车每小时5元，包月停车每月300元，办理年卡可享8折优惠。场地4周的角落里全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全天24小时无死角监控。入口的岗亭也建好了，空调、电脑一应俱全，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标准停车场就这样出现在了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停车场建成时，全村都轰动了。停车场，哈哈哈哈！父亲这脑子是真被驴踢了吧？在咱们这村子里盖个停车场还收费，他想钱想疯了。谁会花钱在村里停车啊？路边随便一停，不香吗？哎呦，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嘛。父亲，出来啊，我来给你捧个场，给你开个张啊。我没有理禽兽，因为我知道禽兽风光不了2天了。就在停车场建成的第2天，滨河快速路正式通车了。同一时间，几辆印着交通执法字样的车也沿着新路开始巡逻，他们在所有显眼的位置都立起了蓝色警示牌。快速路管理路段全线禁止停车，违者罚款200元，记3分。村里人一开始没当回事，都以为是吓唬人的。禽兽也是如此。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新车停在了村口的路边。然而下午他走到车前时却傻眼了，一张罚单正贴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你已违章停车，罚款200元，记3分。禽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然而不止禽兽，村里所有停在路边的车全都收到了罚单。这一下村里炸了锅，还真罚啊！这以后车停哪儿啊？我家门口那点地方根本不够停了。以前大家的车可以沿着村路停成一排，现在路不让停了，所有人的车都只能往自家院子里塞。可农村的院子大多堆满了杂物，哪有那么大的空间？一时间，挪车、倒车、刮蹭的声音在村里此起彼伏，整个村子因为停车的问题乱成了一锅粥。傍晚时分，我正在岗亭里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听到一阵喇叭声，我抬头一看，便看到禽兽的车停在我家不远处。我笑了，知道禽兽这是找不到车位了，毕竟他家的院子早已被电动车跟3轮车占满了，村里所有能挤进去的犄角旮旯现如今也没有空位了。我甚至能想象禽兽的憋屈。罚款一次200，我家1个月的包月停车费才300，这笔账他会算，但这口气他肯定咽不下去。不久后，我的停车场迎来了第1位用户。亲哥，包个月。好嘞，扫这个码，登记一下车牌号就行。登记完毕后，我操作道闸抬起，将这辆车放了进来。不久后，我看到禽兽的车还是动了，它像是要奔赴刑场一样，一点一点地挪到了道闸的栏杆前。禽兽没有摇下车窗，沉默地和我对峙，我也没有开口，只是伸出手指，指了指旁边那块写着收费标准的牌子。我的意思很明确，让禽兽按规矩来。看到我的动作，禽兽反而摇下车窗，吼道：“包月300，扫码还是现金？”我看到禽兽从钱包里用力抽出3张红色的钞票，然后屈辱地把钱从车窗里递了出去。我接过钱，确认无误后，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车牌号录进去了，以后开过来自动抬杆。说完，我按下按钮，
将栏杆升起，禽兽飞快地冲了进去，把车停在了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我看到禽兽下车后落荒而逃，一句话也没说。禽兽的低头像是一个信号。第二天一早，我的停车场就迎来了客流高峰，一辆接一辆的车排着队开到港亭门口。父亲，包个月。亲哥，我先停一天，多少钱？给我办个年卡吧，能便宜多少？我看到他们脸上大多带着几分尴尬和不自然，但我不在乎，我的态度始终如一，不热情也不冷淡，公事公办，一视同仁。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一个人逐渐有些忙不过来，于是我把妻子跟母亲也叫来这边帮忙。妻子负责登记信息、收费，母亲则拿着个小本子，一遍遍地数着厂里停了多少辆车。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夹了一大块肉。儿子，吃这个，这几天累坏了吧？是妈不好，之前还误会你，以为你……妈，都过去了，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不过1个星期，停车场的50个车位就租出去了42个，其中35个是包月，7个是办了年卡。光是这一笔进账就已经超过了1万块，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只要滨河快速路还在，只要村里还有车，我的停车场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深夜，停车场岗亭里，我和敏月正在对账。今天又办了3个包月的，还有10几个临时停车的。老公，你快看，咱们这个月的收入已经快5万块了。我看着那个数字，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还只是开始，等以后快速路流量大了，还会有很多过路车需要临时停靠，到时候收入会更稳定。那真太好了，老公，我感觉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这不是梦，老婆，这是我们应得的。我们夫妻俩正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刻，然而在不远处的禽兽家里，气氛却是一片阴霾。禽兽、村长张有才，还有另外几个当初闹得最凶的村民，正聚在一起喝酒。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啊？你说说，咱们辛辛苦苦拆来的拆迁款全给父亲送去了，他一天啥也不干，就坐在那个小亭子里收钱到手软，咱们呢还得天天看他脸色。就是寿哥说的对，他那个停车场收费也太黑了，1个月300，抢钱呢。咱们一个村的，他连优惠都不给，简直就是钻进钱眼里了。对，太不给咱们面子了。村长张有才一直没说话，只是阴沉着脸，一杯接一杯的喝闷酒。禽兽看出了张有才的不满，凑了过去，说：“这事儿你可得帮我们做主啊！父亲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您放在眼里了。他那块地是宅基地，是用来盖房子的，他现在改成停车场搞经营，这合规吗？咱们能不能去镇上举报他，就说他违规改变土地用途？咱们能不能去镇上举报他，就说他违规改变土地用途？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不过光咱们几个去分量不够。明天把村里所有在他那儿停车的人都召集起来，就说父亲收费太高，咱们要去镇上找个说法。到时候人一多，事情闹大了，上面自然会下来查。只要一查，他这个停车场肯定开不下去。高还是输你高？就这么办？他父亲不是牛吗？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跟上边斗。”说罢，几个人相视一笑，笑容里充满了阴险和得意。第二天一大早，禽兽和李四几个人就开始挨家挨户的串门。张大哥，你那车停一天得给父亲多少钱？5块钱1小时，一天下来不得几十块？1个月就是上千啊！咱们的拆迁款就这么白白流进他一个人的口袋里，你甘心吗？李大嫂，我听说了，那停车场根本就不合法，宅基地是盖房子的，他拿来收钱，这是违规经营。咱们要是去镇上举报他，一告一个准，到时候停车场一没，咱们不但不用交钱了，说不定还能让他把收的钱都吐出来。人性中的贪婪和嫉妒是最容易被撩拨的情绪。一开始还有些村民保持着理智，可现在不让他干，咱们的车停哪儿啊？大家先别急啊，咱们先把这个不合理的停车场给弄掉，然后咱们再一起去找村长、找镇里，让村集体出面，把那块地重新规划一下，到时候就建成村里的公共停车位，大家免费停，岂不是更好？这番话听起来简直完美无缺，越来越多的人被说动了，他们选择性的忘记了当初是谁解决了他们的停车难题。上午10点，村委会的大院里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几乎所有在停车场办了卡的车主全都到齐了。乡亲们，静一静，都静一静，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父亲这个停车场办的确实不地道，作为乡里乡亲，他不想着为大家服务，反而把大家当成了摇钱树，1个月300块，一年就是3600，这是要把咱们的拆迁款都榨干啊！他的话说完，立刻引起了村民们的共鸣。没错，太黑了，就是抢钱。村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大家放心，这件事我作为村长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现在就带大家去镇上，去找领导反映情况。我们要求立刻查封这个违规停车场，给我们所有村民一个说法。好，我们跟村长一起去。对，去镇上。禽兽混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朝着镇里的方向走去。岗亭里，芈月有些担忧的看着那群远去的人。他们这是要干嘛去？没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大院门口，一大群村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门卫的警惕。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的？同志，我们是旁边村的村民，我们来找镇领导反映问题。我们村里有人私自改变土地用途，违规经营，搞得我们民不聊生啊！听到这话，门卫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给办公室做了汇报。不一会儿，一名公务员走了出来。
我是办公室的刘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派几个代表进来说，不要堵住门。刘主任，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全村几十户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那这样吧，大家先到旁边的信访接待室等一下，我马上去向领导汇报，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村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会议室等待。半小时后，刘主任来到会议室。各位乡亲，你们反映的问题，镇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已经决定立刻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现在调查组就跟你们一起回村，去现场进行核查核实。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依法依规，给大家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禽兽和张有才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就这样，几辆公务车跟着村民开回了村子。到达停车场门口后，禽兽立刻窜了出来。领导，前边那个院子就是了，他就是用这块宅基地建了这个停车场，非法敛财。调查组的负责人是国土所的李所长。李所长走到停车场入口，看向岗亭。谁是这里的负责人？看到这场景，我从岗亭里走了出来。我们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涉嫌违规改变土地用途，进行商业经营。现在，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立刻暂停你的一切经营活动，把你的相关土地使用证明和经营许可文件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禽兽在一旁听着，心里乐开了花。周围的村民们全都幸灾乐祸看着我。然而，我的反应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好，请稍等。说罢，我转身回到岗亭，落下出入口的栏杆。接着，我打印出一张写着内部整顿暂停营业的4纸，走出来将其贴在了凉亭的窗户上。领导，停车场已经暂停营业了，你们需要的文件都在我家里，今天恐怕不太方便给你们。明天上午9点，我带着所有文件去镇上找你们，可以吗？好，我们等你。不过，在你提供合法文件之前，这里不准再进行任何经营活动，我们会派人监督的。说完，他便带着调查组的人离开了。调查组一走，村民们立刻就炸了锅。父亲，你装什么大尾巴狼？还明天去镇上？你拿得出文件吗你？就是别在这儿拖延时间了，今天不把钱退给我们，谁也别想走。对，退钱，退钱。钱我是1分都不会退的。你们办的是包月和年卡，不是祭祀卡。停车场只是暂停营业，不是永久关闭。等明天调查结束，自然会重新开放。谁要是现在想退卡，需要按照临时停车的标准扣除你们已经停放时间的费用，剩下的才能退给你们。听完我的话，那些办了包月的人一算账，发现要是现在退卡，自己根本退不回几个钱，甚至还要倒贴，随即都闭上了嘴。他们闹事的初衷是为了省钱，可不是为了亏钱。见他们不再闹腾，我便带着老婆和母亲离开了，朝着镇上的方向走去。停车场被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那些刚刚取得胜利的村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就再次陷入了一个困境。停车难问题再次显现出来，村里又恢复了前些天的混乱，甚至比之前更乱。因为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为了一个车位，邻居之间骂得脸红脖子粗，差点动手。整个村子鸡飞狗跳，怨声载道。晚上，出租屋里气氛凝重。父亲啊，这可怎么办啊？政府都来人了，咱们的停车场是不是真的要被封了？那些人也太坏了，这不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老公，你明天真的有文件给他们看吗？妈，芈月，你们别担心，我从决定建停车场的第一天起，就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自然也包括今天这一幕。说罢，我从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将里边的文件整齐地摆在桌子上。第一份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第二份是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三份是税务登记证，第四份是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安居停车场收费标准的批复函，最后一份是一沓厚厚的缴税凭证。赵飞燕和芈月看着桌上这些盖着一个个红色印章的文件，彻底惊呆了。规则是最强大的武器，禽兽他们想用村里的规则来欺负我们，那我就用国家的规则来告诉他们，什么才叫真正的规矩。第二天上午9点整，我独自一人出现在了镇政府的大院里，手里提着一个文件袋。到达之后，我直接找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与此同时，禽兽和张有才也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他们在门外等候，顺便伸着脖子悄悄往里看。会议室里，调查组的几位负责人已经到了，李所长、王科长还有刘主任，3个人坐在桌子的一侧，表情严肃。父亲同志，你说你有合法的文件，现在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了。我点点头，拿出第一份文件，这是我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宅基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合同约定，我以家庭联产承包的方式获得了该地地块未来30年的合法经营权，上面有村委会的公章以及镇土地管理所的备案章。李所长拿起合同，仔细研读后，递给旁边的王科长和刘主任。这份文件是几个月前我去找村长办的，那时候村长看都没看，就把章给盖了。显然，张有才来举报时早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我接着拿出第二份文件，这是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安居停车场，法人父亲，所有手续都是在工商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的。王科长仔细看了一遍，发现这份执照完全合规。我紧接着又拿出了第3份跟第4份文件，这是税务登记证，从营业第1天起，我每一笔收入都依法纳税。这是物价局下发的收费标准批复函，我的定价在文件允许的合理区间之内。4份文件递完，我看到李所长和王科长脸上带上了一丝赞许，而刘主任的脸色
已经彻底沉了下来。张村长，你进来一下。张有才硬着头皮和禽兽一起走了进去。张有才，你来解释一下，既然村委会已经同意了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什么你还要带头煽动村民来举报人家合法经营？为什么你还要带头煽动村民来举报人家合法经营？你这是在浪费我们行政资源，还是在激化你们村的内部矛盾？张有才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我不知道，我以为父亲同志，经过我们核实，你的所有经营行为全部合法合规，村民举报的情况不属实。从现在起，你的停车场可以恢复正常营业。对于这次调查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歉意。谢谢各位领导，我相信上边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说完，我转身离开，一个眼神也没给张有才跟禽兽。我合法经营的消息第一时间飞回了村里。那些昨天还跟着禽兽去镇上面闹事的村民，一个个都傻了。什么？手续都是全的？村长亲自盖的章？真的假的？那我们不是白闹了，还把人给得罪了？禽兽这个天杀的，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还有村长他自己盖的章，他不知道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们吗？这下好了，停车场得罪了，以后还停不停车了？不久后，我便听说村委会大院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张有才和禽兽两个人被骂得连头都不敢抬，狼狈地溜回了家。下午，我带着敏月和母亲重新回到了停车场，我将那张 A4 纸撕掉，重新坐回岗亭。我在岗亭里悠闲品茶，看着一辆辆车在村里转来转去，最后村民们还是无可奈何地开到了我的停车场门口。最先扛不住的是李二牛，他摇下车窗，对着我支吾了半天。父亲，那个李大哥，你是包月的卡，直接开进去就行，系统有记录。李大哥如蒙大赦，连忙把车开了进去。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一辆接一辆的车默默地开进了停车场。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的停车场在经历了这次风波之后，名声大噪，不仅村里人流抢着停，一些经常跑滨河快速路的货车司机也发现了这个宝地。这里安全，有监控，收费还比城里便宜。不过几天功夫，停车场50个车位就变得捉襟见肘。现在的停车场每天都处于爆满的状态，很多时候村里人下班回来晚了，发现连个临时车位都没有了。我看着车场里满满当当的车，第一次皱起了眉头。由于车位紧张，我不得不拒绝一些临时停车的请求。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向我求情，希望我给他们留个位置。我也很无奈，地方就这么大，变不出更多的位置。就在这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地方不够大，那为什么不扩张呢？可是往哪扩呢？我家左边是村路，右边是禽兽家的宅基地，后面是别人家的菜地，唯一可能的就是扩禽兽家的那块地。如果能拿下那块地，停车场的规模就能直接翻1倍，100个车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还能开发一些洗车、简餐之类的配套服务。可我知道这太难了，以我和禽兽现在的关系，禽兽不给我使坏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把地卖给我？这天晚上，我正和敏月讨论这件事，还没想出个办法，刘主任的电话便打来。喂，你好，是父亲同志吗？我是刘主任。刘主任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小付，你那个停车场办得非常好啊，不仅解决了你们村的停车难问题，也为我们滨河沿线的交通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镇里的领导开会，还专门把你作为我们镇乡村振兴、青年创业的典型提出来表扬了呢。刘主任，您过奖了，我就是个小本生意。哎，别谦虚嘛，小付啊，我听说你现在车位不够用了，镇里最近有个规划，打算在滨河沿线扶持建设几个标准化的便民服务区，集停车、休息、简餐于一体。你有这个规模，也有这个经营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把停车场再扩大一下？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镇里可以在政策上给你最大的支持，比如小额的创业贷款、审批流程简化等等。谢谢刘主任，谢谢领导的信任，我确实有这个想法，只是地的问题，对吗？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协调解决了。不过我给你提个醒，现在你们村今时不同往日了，你才是那个能把握住主动权的人。挂了电话，我还在思索刘主任最后那句话。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了，我去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人让我们家3口人全都愣住。是禽兽来了，他的手里甚至还提着2条烟跟一箱好酒。父亲哥，我能进来跟你聊聊吗？我没说话，沉默地将他放了进来。禽兽进门后，局促地站在客厅。你想说什么？父亲，不，傅老板，我是来给你赔罪的。说着，他竟然弯下了腰，给我鞠了一躬。不用来这套，有话就说，我时间不多。傅老板，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猪油蒙了心，处处跟你作对，我混蛋，我不是人。行了，说正事。傅老板，我想把我家那块地还有房子都卖给你。哦，是吗？傅老板，我现在村里是彻底待不下去了，人人都戳我脊梁骨，我那婆娘天天跟我闹要离婚，我那80万拆迁款，买车花了10几万，前阵子做生意又被人骗了30多万，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呢？所以求求你，傅老板，你发慈悲，把我那块地给收了吧。我知道现在只有你有这个实力，也只有你需要那块地，只要你买了我的地，我马上就带着一家人离开村子，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价格呢？按时价，那块地加上房子，怎么也值个70、80万。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笑了。禽兽的声音在看到我笑后戛然而止。30万？
什么30万？父亲，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那房子盖起来就不止30万。第一，现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第二，你的房子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买的是地，买回来之后房子还是要推平，这又是一笔费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初你在我背后捅刀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在断我们一家人的活路？现在我出30万，是给你一条活路，你可以选择不要，拿着你的地、你的房子，继续在村里待着，继续被所有人戳脊梁骨，继续被债主追债，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拿着这30万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怎么选你自己决定。我的话说完，禽兽的脸一片惨白，沉默良久，禽兽才嗫嚅道：好，我卖。行，明天上午你带上房产地契，我们去镇上办手续，钱我会一次性打给你，现在你可以离开了。说完，我便不再看禽兽一眼，禽兽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手续办得很顺利，我甚至连夜请了专业的律师办这件事，只为确保合法合规。禽兽一家人离开的第二天，我便叫来了李经理的工程队，推土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没过多久，禽兽家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安居停车场2期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的工程与第一次大不相同，因为这次我得到了镇里的大力支持，不再是孤军奋战。刘主任亲自来现场视察了好几次，所有的审批流程一路绿灯。我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了这次的扩建中。这次改造，我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公路服务区，新的停车场，除了停车位，还规划出了一块独立的区域，用来建设便利店、司机休息室以及一个全自动的洗车房。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所有经过滨河快速路的司机，只要想停车休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居停车场。1个月后，一个崭新的、规模宏大的停车场拔地而起。安居停车场服务区正式开业的那天，排场极大，刘主任带着好几位领导前来剪彩，几家本地媒体的记者也在现场进行采访。我作为青年创业代表，被推到了台前。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乡亲们的信任。安居停车场不仅仅是一个停车场，我希望把它打造成滨河路上一张便民利民的名片。我们将用最专业的服务、最实惠的价格，欢迎每一位南来北往的朋友。剪彩仪式结束后，刘主任拉着我的手，亲切道：小付，好好干，你的前景不可限量啊！镇里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周围的领导们也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微笑回应。余光中看到村长张有才站在人群的最角落，表情尴尬。新的停车场服务区一开业就立刻引爆了市场，120个车位几乎天天爆满，尤其是新增的洗车业务和便利店，更是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我的收入也快速增长。有了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享受。我买下了一套150平的大平层，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手续办理好那天，我开着新买的奥迪A6，载着母亲和妻子搬离了出租屋。我看到母亲走进新家时，眼泪夺眶而出，就连向来冷静的老婆也抱着我喜极而泣。我轻轻拍着妻子的后背，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我终于给了家人曾经承诺过的一切。然而，树大招风，安居停车场的成功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这天下午，一辆黑色大 G 悄无声息地滑进了停车场，一个看起来就十分精明的男人找到了我。你就是父亲？没错，请问你是？我叫陈有钱，天悦集团投资部的总监。傅先生，你的这个小生意我们很感兴趣，开个价吧，我们想把它买下来。这2个名字我曾在财经新闻上见过。天悦集团是省内数1数2的地产和综合投资巨头，没想到这样一头商业巨鳄居然会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停车场。压下心中纷飞的思绪，我淡淡回复道：不好意思，陈总监，我的这个小生意不卖。我看到陈有钱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傅先生，你可能没听清楚，我是代表天悦集团来的，我们看上的项目还没有失手过，我劝你不要做不明智的决定。陈总监，你的来意我已经清楚了，我的答复也不会改变，这里不卖。如果你是来停车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谈收购的，那门在那边，慢走不送。说着，我指了指停车场的出口。呵呵，很好，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太过狂妄就是自取灭亡。你知道天悦集团4个字意味着什么吗？你信不信，不出3个月，我就能将你这个停车场变成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墟？你信不信，不出3个月，我就能将你这个停车场变成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墟？哦，陈总监，你这样说的话，那我也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第一，我这个停车场是我亲手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生意，更是我的家、我的恨、我的尊严，所以我不卖。第二，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我的客户他们不是一串冰冷的数据，他们是人，他们知道谁是真心为他们提供方便，谁只是把他们当成牟利的工具。人心是钱买不来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我的地盘，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想在这里玩，我奉陪到底。我倒要看看，是你天悦集团的钱更硬，还是我父亲的骨头更硬。说完，我不再看陈有钱一眼，转身走回岗亭。好，很好，父亲，你有种，你给我等着，我们走着瞧。说罢，
陈有钱转身走向自己的大 G， 飞速离开。陈有钱的报复来得很快，他离开后的第3天，安居停车场正对面那片原本属于村集体的荒地便开始施工了。一块巨大的项目公示牌被树立在最显眼的位置，天悦集团滨河路旗舰服务区项目。规划图上是一个3层楼高的立体停车库，拥有超过500个停车位。这个项目的规模是我家停车场的10倍不止。紧接着，第2波攻击来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组开始频繁光顾安居停车场。几乎每天都有人拿着各种文件在停车场里转来转去，试图找出我的破绽。虽然因为我平时管理严格，查不出任何大问题，但这种无休止的骚扰还是严重影响了停车场的正常运营。很多客人看到这个阵仗，都吓得不敢进来了。赵飞燕和敏月每天都愁眉不展。父亲，这可怎么办啊？天天这么折腾，生意还怎么做啊？我却丝毫不慌，直接去镇上将情况汇报给了刘主任。小付，正常的商业竞争我们不会干预，但如果是恶意的、不正当的竞争，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你放心，只要你是依法合规经营，镇里永远是你的后盾。刘主任的话虽然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但这个态度已经给了我巨大的信心，这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天悦集团的第3波攻击也迅速到来，天悦的立体停车库还没建好，他们的宣传广告就已经铺天盖地。庆祝旗舰服务区即将开业，欲充值会员卡享震撼1折优惠，每月停车费仅需30元，前1签名办理，再送价值500元购物代金券。消息一出，整个镇子都疯了，无数人涌向了天悦集团设在村口的临时办卡点，其中不乏有很多之前在我这里办了包月和年卡的村民。他们找到我要求退卡，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我车卖了，不用停车了。我要出远门了，1年半载回不来。我沉默地给他们办理了手续。短短3天时间，安居停车场超过1半的长期客户都流失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能说走就走？这不怪他们，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用利益吸引来的人，也终将会因为更大的利益而离开。他们从来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客户。2个月后，天悦集团的旗舰服务区在一片热闹中开业了，无数汽车像潮水一样涌进了那个巨大的立体车库。相比之下，我的停车场冷清的像一座孤岛，一整天只稀稀拉拉的进来了几辆外地的大货车。我在岗亭门口看到了服务区2楼观景台上的陈有钱，他端着一杯红酒，对着我的方向举起了酒杯，那姿态充满了轻蔑和嘲弄。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任何回应。所有人都以为我输定了，就连赵飞燕和敏月都在劝我放弃。要不咱们就算了吧，把停车场关了，拿着手里的钱，咱们也能过得很好，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咱们斗不过的。再等等，好戏才刚刚开始。我在等一个足以扭转战局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不久后，一场10年不遇的特大暴雪席卷了整个北方，滨河快速路因为地势开阔成了重灾区，一夜之间积雪就厚达半米，无数的车辆被困在了路上，其中大部分都是长途运输的大货车，他们进退两难，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天寒地冻，车里的食物和水很快就消耗殆尽。天悦集团的旗舰服务区虽然建筑宏伟，但设计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的立体车库入口是一个巨大的倾斜的盘旋坡道，这种设计在冰雪天气里堪称灾难，坡道结冰，车辆上不去也下不来，整个车库就这样彻底瘫痪了。他们的商业区虽然东西琳琅满目，但价格昂贵，一碗普通的泡面就能卖到30块，一瓶矿泉水卖到15块，很多被困的司机根本消费不起。被困的司机们又冷又饿又无助。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对面的安居停车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几个司机穿过厚厚的积雪，走到了安居停车场，然后他们便惊讶地发现，停车场里灯火通明，我、敏月、赵飞燕还有停车场的所有员工没有一个休息的。我们把便利店所有的速食都拿了出来，还烧了许多热水，免费提供给所有被困的司机。我甚至用小型铲雪车在停车场里清理出了一条安全的通道，让那些被堵在路上的车辆可以开进来暂时避险。现在我的司机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那份温暖不仅是在身上，更是在心里。一位跑了20年长途的老司机端着泡面，眼眶都红了。小兄弟，你这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王师傅，快吃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我的这份真心是任何商业手段都无法替代的。这件事很快就在所有被困的司机群体中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冒着风雪来到了安居停车场。我的停车场成了暴风雪中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本地的媒体记者也闻讯赶来，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感人的一幕。暴雪无情，人间有爱，安居停车场为被困司机点亮一盏回家的灯。第2天，这条新闻就登上了本地所有媒体的头条。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全城闻名的英雄，而与我这边形成鲜明对比是天悦集团的冷漠和不作为。他们的服务区被愤怒的司机们围堵，网上的负面评论铺天盖地，天悦集团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暴雪过后，道路恢复了通行，那些曾经被我帮助过的司机们成了安居停车场最忠实的宣传员。以后跑滨河路停车就去安居，老板人好心善，把我们当亲人。自那以后，曾经被低价吸引走的客户全都回来了，安居停车场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而对面的天悦服务区则彻底凉了。陈有钱也因为办事不力被集团总部辞退。他走的那天，
最后来了一次安居停车场见我。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我一直以为资本可以战胜一切，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钱永远也买不到的。说完，他没等我回应，转身离去。几个月后，天悦集团那个烂尾的服务区项目被公开拍卖，我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将它全盘收购。我站在这栋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里，心中感慨万千。就在此时，刘主任打来了电话。小付啊，祝贺你啊！现在你可是我们镇上乃至市里最大的停车场老板了。市里准备把你树立成返乡创业、带动共富的标杆。明天电视台要来给你做个专访，你准备一下。好的，主任，我一定好好表现。挂断电话，我静静看着远方的滨河快速路。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但只要脚踏实地，用心经营，这条路一定会通向更光明的远方。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